奶奶临死前给我留了3个锦囊，我头七那天交给第7个上香的人。葬礼那天，我乖乖照办，打开锦囊的男人吓得脸色大变，仓皇逃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男人是强奸杀人犯。今晚他本想对我下手的。第1个锦囊里装满了他的案底，第2个锦囊他要我结婚圆房钱拆。这次锦囊很薄，只有短短1个字：逃。我逃婚了。在婚礼前半小时，我丢下相恋多年的男友，逃离现场，只因锦囊里奶奶留下的那个逃字。她生前是10里8乡有名的神婆，临终前曾告诉过我，丫头，你这辈子有3次死劫。奶奶奄奄一息躺床上，枯瘦如柴的手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气力，抓得我手背生疼。这3个锦囊能帮你过3次鬼门关，一定要好好保管。她浑浊的眼神看向第1个锦囊，我头七那天把它交给第7个上香的人，我来不及追问为什么，他就咽了气。出殡那天来的乡里很多，基本都是熟面孔，我手里紧握锦囊，心里默数着上香的人。外头暴雨倾盆，萧瑟昏暗的雨幕中，一个严严实实裹着雨衣的男人进来了，正好第7个，从没见过的生面孔。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，别人的香一点就燃，可他的怎么也点不着。进来后也不像别的客人寒暄，而是故作自然地左右观察。当他冰凉视线突然扫向我时，一股说不清的寒意直窜脑门。临走时，我鼓起勇气拦住他，叔叔，你等一下。在他略带防备的眼神中，我把锦囊递给他，我家老人临终遗言，一定要送给你。男人不明所以地拆开，几乎是瞬间，他脸色变得惨白，我从没见过有人变脸可以那么快。他惊慌失措，连撞几人后仓皇逃走。我不明所以捡起锦囊，里头是一串长长的名单，张丽、徐阿妹、邓慧芳。我心脏猛跳，名单里有2个，不是最近村里被奸杀女生的名字吗？他们在晚自习回家路上消失在芦苇田里，几天后又赤身裸体地浮出河沟。看到最后，我原地呆愣，恐惧瞬间爬满全身，因为名单最后写着我的名字江珊珊。我反应过来，这人就是强奸犯，他来灵堂就是为了探路，可我的报警只换来几声嘲笑。小姑娘，我们都没确定嫌疑人，也都没公布过人脸，你咋知道的？没人信我。葬礼结束，我妈才姗姗赶来。我害怕，提出想跟她回城，我妈推诿说不太合适。我爸出事后她再嫁，我奶跟她提过几次，丫头聪明，村里学校不行会耽误她，你把她带到城里吧，钱我每个月会给你。我妈嘴上说好，可每次都有新的借口，什么刚换工作，刚谈了恋爱，刚2婚，刚生了儿子没出月子。这次我真怕了，苦苦哀求。我妈板起脸，别听你奶奶胡说八道，什么强奸犯，谁会对你这样的小丫头起心思？她就是吓唬你找存在感。珊珊，不是妈狠心，你张叔的家里小，弟弟要吃夜奶吵得很，你去了住不惯的。如果真聪明，在哪读书不是读呢？整个屋子就剩下我一人，屋外凄风楚雨，把玻璃吹得噼啪乱响。半夜我睡不着，抱着奶奶的衣服低啜。忽然听到1楼厕所咔嚓，有人撬门进来了。我听到有人上楼的嘎吱声，他上来了，我瞬间汗毛竖起，不知所措时，脑海里浮现出奶奶的教导：丫头，奶奶走了，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，懂吗？别怕，胆子放大，谁也别怯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擦干眼泪，奋力关上卧室门栓，飞奔向阳台，把书台上的杯子重重扔下扔。我家是老式自建楼，前院后楼，落地声立刻分散了男人片刻注意力。我躲在家里储粮的暗仓里，大气不敢出，直到听到关门声。走了吗？过了好久，我轻手轻脚打开舱门，脸颊忽然感到一阵湿润的气流。小妹妹，等你好久了哦。我浑身僵硬，男人就在门口。他只是假装离开，说灵堂上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无力挣扎，男人死掐住我喉咙，那是秘密被揭穿后的歇斯底里。我干得那么小心，连警察都找不到我。死鬼老太婆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能知道这些？肯定是你看到了吧？想要钱？想威胁我？绝望之际，一束光突然打了过来，先扑来的是猎犬。男人见势不妙，转身要逃，赶来的警察一警棍砸下去，很快把男人按倒在地上。我奇迹一般获救了。原来村里几个老巡警是懒得动，可偏偏奶奶给我留的电话是隔壁哨所的，那儿来调来的年轻警察正好跟过连环强奸案。我知道你打过电话，不放心赶来看看，幸好凶手专挑会落单的女学生，知道你家没人了，要上门作案。大家都说我太幸运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一切不是巧合。我经犹未定地看向奶奶一照，心里被巨大的酸楚柔软充斥。走之前那几天，奶奶细无巨细地交代完家里存折在哪怎么用，油盐酱醋买哪家，遇到危险该打什么电话，都写在电话本上。我当时还不耐烦，说我都初3了，啥都懂的，可奶奶只是哀伤地笑，小心翼翼，恋恋不舍的。再大，珊珊也是个小娃娃嘛，她不放心我，所以保佑着我。我抱住奶奶的衣服，发现上头属于她的气味淡了，残忍地提醒着我，时间啊，真的会带走一切。剩下2个锦囊陪我长大。高中我搬到了城里，寄人篱下的日子很拮据。
我没房间，折叠床就搭在阳台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最怕是遇到下雨天，我只能缩睡在角落。妈妈偏心眼，继父刻薄酗酒，才3岁的弟弟就会当着我面骂你个白吃闲饭的，滚出我的家。我从不泄气，只要握着锦囊，我就感觉奶奶还在。他会用最满足喜悦的笑脸看着我。我们珊珊聪明，做什么都能成。大学期间，我认识了现在的男友顾维之，他比我大3届，温柔体贴，家境优越。第一次上门，我妈知道顾家条件好，狮子大开口要88万彩礼，我尴尬羞耻的不知所措。可顾维之坚定地握住我的手，阿姨，88万没问题。不等我妈高兴，他话锋一转，但不是以彩礼的形式。结婚前我会转给珊珊，我们的婚姻从不是买卖，这笔钱是我给我老婆购置东西，她在你们家受过太多苦，我不会再给你们机会欺负她。她的出现完美地补足了我对家庭的遗憾。接受求婚后，我一时冲动，差点拆第2个锦囊，因为奶奶强调过，第2个你要等到结婚圆房那天拆，多1天少1秒也不行。这锦囊深蓝粗不底，上头绣着稀奇古怪的纹路，莫名给人一种不可妄为的森然感。我不敢越界，忍到婚礼当天，我才雀跃地拆开。我无数次幻想过里头会是什么，会写着未来丈夫的名字吗？还是相伴到老的年数？还是未来子女？可里头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血淋淋的陶，这字是我奶用鲜血写的。第1个锦囊里他字迹还算稳，那这个陶字就像人在油尽灯枯前孤注一掷写的绝笔，触目惊心。我逃婚后，电话被打爆，我妈直接气炸，江珊珊，全部宾客都已经到了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你这时候反悔，你以为自己条件很好？顾维之是瞎了眼才看上你，现在赶紧回来，马上给维之道歉。闺蜜也劝我，珊珊，有什么问题不能私下解决？顾维之对你怎么样，大家有眼看的，你别糟蹋别人心意了。我是真替他不值。最初上头的恐惧慢慢褪去，取而代替的是茫然与愧疚。逃是逃开谁？逃离哪？我一无所知。我只知道，一身西装革履的顾维之站在红毯尽头，满脸幸福期待。众目睽睽下，我转身逃离，让他沦为亲朋好友笑柄。最后留言里是顾维之沙哑疲惫的声音：珊珊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还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如果有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来承担面对。今晚降温了，记得加衣服。记得，我还爱你。愧疚感如潮水，让我没法呼吸。婚礼现场没发生任何事故，一切风平浪静。难道要害我的人就在婚礼现场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危险源。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继父，他爱赌博，尤其我跟维之恋爱后，他变本加厉地骚扰我们。婚礼前，他问我借30万，我一口回绝，他恼羞成怒，气焰嚣张地放话要整死我。白养你那么大，现在想攀上枝头当凤凰，就想甩开我们。没门，不给钱，我让你婚也结不成。婚礼当天，他正好没来现场，我立刻回家找人。看到我妈直接破口大骂：“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知道昨天顾维之脸色有多糟糕？好好的金龟婿都要被你折腾没了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外头有别的野男人了？”我压着怒气，把房间里里外外找了一遍，陈叔去哪了？我妈扯高嗓子没好气的：“他能去哪？出差外地去进货了，是吗？”我眯起眼睛，目光停在饭桌上那盆还没剥完的花生上，冷笑拆台：“我们3吃这都过敏，只有陈叔爱吃，你剥给谁吃？”我妈眼神愈发闪躲，果然是他，我也不废话。好，你不说我就报警了。上次陈叔撬开我公寓搬东西，证据我都留着，足够他吃牢饭了。别，妈这才慌了，支支吾吾说继父又欠了债，他说要去婚礼上闹，那哪行啊？要钱也得等你嫁入顾家再说。我就把你陈叔骗到仓库，先锁里头了。谁知道你个废物那么不争气！我从小都知道他是块贪婪，可为什么到了此时此刻，我心里依然会被愤怒撕扯的生疼？我翻了监控，结婚那天，继父确实还在里头，不是他又会是谁？我失魂落魄离开时，我妈突然拽住我：“你要小心你闺蜜，她有问题。”我闺蜜苏婉如，我们是大学室友，情同姐妹，无话不说，怎么可能？我妈一下来劲了：“你逃婚后，我去找维之道歉，就看到他跟顾维之说你是为了钱跟他一起的，说你在外有真正喜欢的人，我都拍下来了。”他立马点开视频，婚礼长椅上，顾维之沮丧地佝偻着背，苏婉如心疼地安抚他后背：“维之，有些话你不爱听，但我得说，珊珊家境不好，你一直是她的浮木，她的退路。可你真是她的唯一吗？”顾维之茫然地抬起头，问什么意思？珊珊跟我抱怨过，她跟你一起压力很大，但为了未来，她可以忍。我耳朵里嗡嗡作响，不敢相信这些挑拨离间的话出自最好的朋友。自己看我妈恨铁不成钢地，你从小就会读死书，看不出别人小心思，谁看不出苏婉如喜欢顾维之？就盼着你们有矛盾，她好小三上位呢。我第一次知道顾维之这个人，是从婉如口里。她拉我们去参加她的读书会，顾维之生的英俊高挑，她对他势在必得。可偏偏顾维之对我有好感，他约我看书、打球、接送晚自习，
碍于苏婉如，我狠心拒绝了。那是顾为之第一次生气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可以送来送去的礼品？我喜欢你，只在乎你的感受，你不欠苏婉如什么。现在想清楚，秦珊珊，你喜欢我吗？四目相对，我一言不发，眼神倔强。可他笑了，他说他知道答案了。珊珊，你的眼睛一点不擅长说谎。我们在一起后，同学背后嚼舌根，秦珊珊那么穷酸，哪一点有婉如好？我看就是有的人豁得出去，说不定床上功夫。苏婉如当众甩了对方一巴掌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谁造谣珊珊，我跟谁没完。他爽朗大度，看出我的局促，还主动开解。得了，一个男人而已，我像是那种为了男人跟闺蜜翻脸的人吗？天下何处无芳草啊！当着顾为之，他也很坦荡，你可不准欺负我家珊珊，不然我可跟你急眼。我当时心里发誓，大家要做一辈子的朋友。如果凶手是林婉如，那他到底会做什么？我一通电话打给室友，以前宿舍里除了我，就属他们关系最铁。接通后，我先是耐着性子沉默，压沉声音，用佯装知道一切的口吻，我知道了婉如做的事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知道他知道婚礼做过什么吧？那边呼吸乱了。你都知道了呀？果然，我顺势逼问，是啊，不然我怎么会打电话给你？室友彻底慌了，不是，珊珊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参与的，我已经劝过婉如了，你们都要结婚了，她再不甘心也没办法，不是我调换了你锦囊里头的东西啊！我脑子一下就炸开，浑身血液都冷却下来，四肢百骸都被这股冷意浸透。你说锦囊是被调包过？半小时后，咖啡厅，林婉如心急火燎地赶到包房，她怎么会发现的？是不是你说漏嘴了？看到我从屏风后走出来，她如遭雷劈。当年寝室喝酒，我醉醺醺地说过锦囊的事。他们好奇我为什么对锦囊如珍如宝，我说那是奶奶留给我的遗物，要等结婚那天才能打开第二个。我盯着他，目光冰凉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的锦囊呢？林婉如冷静下来，她抬起下巴，再也不用伪装亲昵友善。为什么？那你明知道我喜欢顾为之，为什么还要勾搭他？无论家境样貌还是个性，我样样比你强，你凭什么跟我争？我仿佛在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，原来这些年我毫无保留信任的人是个骗子。呵，你想要我直接拆散你们？你配吗？那是低级的女人才会做的事，我会让时间证明，我才是更适合为之的伴侣。他有做大法官的爸，做企业的妈，离开校园后，我们的差距会有云泥之别。可为什么顾为之还是只要你？极度彻底扭曲了他的脸，我屡次暗示，为之就是不为所动，副驾驶都不让我做，你逃婚了，他居然也能原谅你。他说你肯定有苦衷，你凭什么呀？我知道你有多在乎那个锦囊，所以我趁着上次陪你试婚纱偷换了。他乐不可支的捧腹大笑起来，可谁能想到你是真逃了呀？他从包里狠狠扔出第二个锦囊，什么奶奶的遗物啊，里头什么也没有，老穷鬼生小穷鬼，寒酸死了。纸条从锦囊里掉了出来，打开瞬间，我的心脏像要跳出胸腔，里头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张白纸。紧绷的神经啪的断了，我气红了眼，歇斯底里扑上去逼他交出来。苏婉如也不甘示弱的推攘尖叫，慌乱中有人一把护住我，都住手！场面瞬间安静。赶来的男人穿着黑色风衣，清俊高挑，一眼难忘。是顾为之。所以你是因个原因才逃婚的？听完来龙去脉，顾为之深深看着我，我泪眼朦胧的点头，亲口说出多年前的那桩案子，很不容易，我差点死在强奸犯手上，第一个锦囊救了我。那段记忆让我都有种恍惚的魔幻感，因为太匪夷所思，我妈甚至觉得我有妄想症，所以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。你不信很正常，我信。她把我抱在怀里，温柔地安抚我，安慰我，你愿意说，我就愿意信。世间之大，没什么不可能，这总比苏婉如说你在外另有新欢来的让人信服吧。我终于破涕而笑。苏婉如坚持锦囊里就是白纸，我不信。可顾为之把2张纸送鉴定中心，结果那张白纸才是真的。我心里一团乱，更多的是困惑，为什么奶奶要留一张白纸给我？奶奶有苗族血统，据说网上祖辈出过巫祝，能预测吉凶，但预测的越准，对本人伤害也越大。难道是因为当时他体力不支？顾为之摇头，他猜测不，他应该是预料到苏婉如会偷换锦囊，所以他留下了白纸。我心底一颤，苏婉如换的那个桃字，或许才是他真正想告诉你的。他只是借苏婉如的手，给了你真正的锦囊。奶奶忌日要到了，我打算回老家一趟，顾为之这次也一起，那么神的老人家，我可要多拜拜，保佑我跟他的孙女白头偕老。几年没回来过，老宅比记忆中破旧，到处都是灰尘。我说去住宾馆，顾寻安说收拾下吧。正好，我想看看怎么翻新老宅，等我们有了孩子，寒暑假也能带回来啊。提起修缮，他有一堆想法，听着他那些小巧思，我心里暖暖的，有种尘埃落定、未来可期的踏实感。走到厕所时，他指向一扇窗户，这里还得加固，不然以后又有贼进来怎么办？心底有什么一划而过，我面色如常说对，是得加。可转头的瞬间，我满脸笑意荡然无存。
寒意如同海水蔓延过全身。我从没跟任何人提过，当年的凶手是从这个窗户口进来的。1楼东西各有厕所，加起来足足4面窗，可顾寻安指向的位置，不偏不倚，就是当年凶手爬进来的位置。是我多心吗？可万一又是一场误会呢？那我们才修复好的关系，就真的覆水难收了。保险起见，我得给自己留个后路。我一摸手机，发现不在，才想起路上没电了，一直放顾维之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笑问电充的差不多就给我吧。顾维之在不远处，头也不回，手机我帮你收着。医生不说你眼压偏高，少按手机吗？好好休息，别操心这些了。我额心重重一跳，主要怕领导有急事找我。怎么会？我帮你请了婚假，领导拿你也没辙的。我紧抿住唇，看我不悦，顾寻安抱住我，半真半假撒娇，怪我擅自主张了。我只是不想有人打扰我们，我总是怕你又像上次那样不告而别，放我这，我才安心。他低头吻我，我们肌肤相亲，亲昵缠绵，可我心底升起的不再是甜蜜，而是深深的恐惧。我没再要手机，转身去检查灶台，出来时佯装抱怨，为之开不了火，我得问问我妈送煤气灌电的电话是多少，不然今晚洗澡都没热水。我得迂回，先把手机要到手再说。顾为之洁癖，有每天洗澡的习惯。我为难地说，其实一天不洗也不要紧，今晚委屈你一下，明早再去村里找电。村里路泥泞难走，开车出去很麻烦。顾为之看了天色一眼，把手机递给我。我心跳如鼓，喂了好几声，借顾信号不好，走到屋外。电话刚接通，余光里顾为之也跟了过来，他一把抽走了我的手机。我的心迅速沉了下来。小笨蛋，不是说要打给阿姨吗？他翻过屏幕，笑得越发温柔。怎么是打给110的呢？刺骨的寒冷从脚底涌上，我感觉手指都开始麻木。我勉强保持镇定。哦，刚碰到 Siri 语音拨号了，听差了，真是不靠谱。如果刚才我还心存侥幸，现在我几乎肯定顾为之有问题。可为什么？他有什么必要这样做？他熟练地跟我妈联系上，阿姨，我们在老宅子呢。珊珊问你订煤气的电话。哦，老宅隔壁就有卖的呀。明白了，他大概太久没回来，记错了吧？边说，他视线扫过我，眼神交汇的那个瞬间，我看得分明，他眼底只剩冷意。挂断电话，他自然而然地把手机收回自己兜里。宝贝，你这记性，还是我替你保管吧。傍晚，我借着洗澡的功夫，悄悄从顾为之裤兜里摸出车钥匙。我绕到后院，小心翼翼插入车钥匙，可怎么也拧不开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顾为之玩味的声音：“珊珊，这么晚要去哪？你看你粗心大意，车钥匙被换了，怎么都没发现呢？”我机械回头，顾为之从阴影中走出，他还是那副斯文儒雅的样子，可眼镜下那不加遮掩的目光让我不寒而栗。我想逃，可下一刻身体发软。天旋地转中，我听见他轻轻笑出了声：“珊珊，这次看你能往哪里逃。”再次醒来，我已被五花大绑，我整个脑子都是晕眩的。我抖着牙问为什么，顾为之伸出手，轻柔地抚摸我的脸。为什么？当然因为当年因你被抓的男人就是我的爸爸呀。我脑子有片刻短路，荒唐与恐惧充斥着我。那个男人，你说吴宁浩，那个强奸杀人犯，他怎么可能是？或许是我的狼狈取悦了他。顾为之笑了。怎么不可能？他被抓判了死刑后，我的妈妈也自杀了，我的远方亲戚收养了我。我呀，就是杀人犯的儿子。提起父亲，他并不羞耻，反而十分怀念，万分仰慕。我爸属于胆大心细那类吧，他每次办完事都用硫酸毁掉对方下体，选猎物也非常谨慎，会做背调。宝贝，你总夸我细心，我想这就是继承了我爸良好的基因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爸爸在翻案啊。当然，我那会已经高中了，父子之间哪有什么秘密。顾为之笑的怀念，他有点收集癖，仓库里经常会出现各类女生校服，是我让他销毁。而且随着城市监控摄像头的发展，乡镇迟早也会跟上，犯罪要趁早。所以我建议他选择贫穷偏远但又通了大路的地方，比如你们村。我喘不上气，眼泪哽在眼眶发酸。是你为他选择的猎物。我们村死的3个女孩都是大好年华。我有次回村，看到有疯女人在芦苇田里游荡，那是慧芳姐的妈。她每天在女儿出事的地方探头探脑，见人就问见到她家闺女没。我心底发麻，那都是活生生的人命啊！我们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我当然得帮她。顾为之理所当然地遗憾着，如果不是你，她不会被抓到，我们一家3口还好好的呢。我一直留意着你，江珊珊，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我爸的真实身份，你们明明是第一次见。他的目光永远只停留在我身上，火热执着，不偏不倚，因为我是他唯一的猎物。像你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女孩，表面自尊清白，可特别容易被童话爱情迷惑，只要对你甜言蜜语几句，你就相信我深爱你。真的，你不照镜子的吗？土得掉渣，每次带你出去，我都要接受大家同情的目光，不过玩弄你真让我很爽。他一把扯起我的头发，
我被迫仰起头，毕竟当爸的没来得及享受的，当儿子替他想了。他本来计划是在婚礼当天谋杀我，可你逃走了，我以为你察觉到什么，但你并没有天赋异禀的刑侦天赋，相反，你粗心，没太多城府，还感情用事。你连苏婉如一直勾引我都察觉不到，那当年你怎么可能发现我爸的伪装？你说是锦囊改变了这一切，我不信，所以打算亲自试试。我很好奇，这一次你还能靠锦囊逃过一劫吗？顾维之整整折磨了我3天。这天是他爸忌日，顾寻安去了趟村口买纸钱。趁着这点时间，我正脱开绳索，撑着手腕爬起，用还没被夹碎的手指颤颤巍巍掏出项链。苏婉如让我长了记性，我早把第3个锦囊里的纸条取出，放在里头。对于第3个锦囊，奶奶没有告诉过我具体的时间，她只说需要打开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知道。现在一定就是那个时候。血滴落在纸上，我赶紧擦去，里头若隐若现留着一句：丫头，东西都在该在的地方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猛地一颤。奶奶这辈子人穷怕了，总爱在仓库里囤东西。她告诉我家里啥都有，你要吃的用的都给你准备着呢。院外，顾维之给爸爸烧完纸钱。孝子贤孙，怕先人寂寞，总要烧点东西，别人烧纸人，他得烧真金白银的。就在他打开仓库门，准备结束这场游戏时，迎接他的是一杆黑洞洞的猎枪口。几分钟前，我费力撬开了地板暗格，里头除了粮油药品，还有一杆老式猎枪。村里山多，几乎每家都会上山捕猎。小时候，奶奶带我上山，手把手教我，珊珊，猎人的第一枪最重要，你的心要狠，手要稳。就像这样，我极力克制涌上来的紧张，不断调整呼吸，靠墙下蹲，稳住身形，把猎枪抵在肩头。脚步声逼近了，门缓缓打开，顾维之出现的那一刹那，我用力扣动扳机，强大的后坐力崩开肩头的伤，我顾不上钻心的疼，立刻再次上膛。我瞄准的一直是心口。第一弹没入顾维之肩头，他猝不及防的仰躺倒地，鲜血迅速在他肩头晕开。可这并不致命，就在我再次扣动扳机时，枪管子里传出卡顿声。糟糕，卡壳了！顾维之爬了起来，他不顾满肩鲜血，像抵激怒的野兽朝我扑了过来。我用枪杆砸向他，趁乱跑出老宅。屋外下起暴雨，密密匝匝的雨声盖住了我的求救声。大路太显眼，我一头扎进河边黑压压的芦苇荡。这里曾经葬送过3条人命。珊珊，你逃不掉的！顾维之追上，嘲弄的声音鬼魅一样紧随而来。黑暗中我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脚陷在泥泞里，每一步都走得举步维艰。芦苇叶钢针一样划破脸颊，我满脸的血，满身的伤，可压根感觉不到疼痛。求生的欲望在胸腔咆哮。猛地，一只手从黑暗中伸出，啊！顾维之拽住了我，我厉声尖叫，他一脚踢中我腹部，我失力倒地，痛得蜷缩成一团。顾维之肩头受伤，就利用身体优势骑在我身上，拳头砸向我的脸，鲜血呛进喉管里。电闪雷鸣，照亮了顾维之的面孔，与当年他爸一样狰狞可怖。结束了，他得意地告诉我。我恍惚地想，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奶奶给了我3次机会，我还是逃不过吗？命运就那么不可逆转吗？我就活该死在这对父子手上吗？大雨如注，就在顾维之高举起斧头时，一声尖锐的哨声刺破寂静。芦苇丛中缓缓爬出个蓬头垢脸的女人，是慧芳妈，是那个游荡在芦苇荡的疯婆娘。她肮脏如乞丐，满脸污垢，麻木地盯着眼前这场屠杀。滚开！面对凶神恶煞的顾维之，他丝毫不怕，反而鼓起腮帮子，吹响嘴里含着的哨子。他疯之后一直在芦苇荡里找凶手，一遍一遍又一遍。他见人就说我配的哨子特别响，我看到这凶手就吹，吓跑他那我可怜的闺女就有救了。嘻嘻，别人的香一点就燃，可他的怎么也点不着。生也面对步步逼来的凶手，他不逃不退，吹得面红耳赤，俨然要用尽这辈子所有气力，夜鸟惊飞。洪亮的哨声刺破耳膜，掠过芦苇荡，飞向村落，落在附近巡逻警察那。远处灯亮了，脚步声纷至沓来。谁在那站住？失去意识前，我对上慧芳妈的眼睛，慈祥温柔，像永静的时光。珊珊，没事了呀，要乖呀。是奶奶，只有奶奶那样叫我。我激动地伸出手，可越够越远，直到失去气力。再醒来是在医院，我整整昏迷了8天，浑身多处骨折，脑部出血。如果不是慧芳妈及时出现，我会无声无息地死去。至于顾维之，他在追捕途中受伤，穷途末路吞抢自杀了。身体恢复后，我去看慧芳妈，她还是疯着，甚至一点都记不得那晚上发生过什么。他家人还犯嘀咕，真奇怪呀，他这哨子太烦人，老吵着人，我们早给哨子换了新。奇怪了，那他怎么吹动的？我愣住，战力从指尖窜到心底，我看向慧芳妈，她的眼睛浑噩无神。与那晚的她判若两人。离开时，外头阳光好大，照得我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想，我知道那晚来的是谁，是慧芳妈。
也是他。生死风雨夜，似是故人归。